这是1900年清朝的真实影像，街头随处可见的不是商贩，而是乞丐。他们为了生活下去，互相抱团取暖，加入了所谓的丐帮。而在地球的另一边的纽约街头，我们一眼望去，大家都是西装革履，不说乞丐，谁是穷人都看不出来。1900年的清朝拉人或者是拉货用的还是单轮的手推车，这种独轮车极具考验操作者的力量。而另一旁的纽约，人们出行不仅有马车，甚至还出现了电车。当清朝人还在用泥土盖茅草房时，纽约早已经用到了吊车和钢铁。在人与智能的结合下，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。当年李鸿章去了一趟西方，回国之后他一言不发。当清朝人还在食不果腹的时候，同一时期的纽约人已经驾着小汽车一家几口出去旅行。不夸张地说，当年李鸿章坐上汽车的那一刻，我们觉得他感到的不是震惊，而是害怕。然而细思极恐的就在这里，为什么我们拥有5000年的发展历史，还是人口大国，而发展它远不如这些后起之秀？1900年的老百姓居住的还是以茅草房为主的房屋。考古界的地层学者有足够的证据证明，我们在秦朝和战国时期，老百姓居住的都是瓦房，而秦朝之后的2000年历史居住的都是茅草房，直到上个世纪的70、80年代才重新恢复到秦朝的瓦房自由。这背后的根本原因竟然是来自于23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次新文化运动，也就是诸子百家。而当时的诸子百家中最显著的要数这12家：儒、道、法、兵、墨、阴阳纵横、小说、名医、杂农。可以说整个中华大地的文明基础和民族性格它尽出一次，几乎影响了2000多年来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言语、行为和思考方式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其中两个，儒家和墨家。一个是贯穿华夏历史2000多年走进教科书的学科，一个是没有得到君王重用而在历史中神秘消失的流派。但是这两者它不仅有着天大的区别，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墨家的第一个老大墨子曾经也学过儒学，他就对儒家的繁文缛节非常的反感，于是他另立门派，创立了墨家学派。墨家学派在鼎盛之时，几百人就能左右一个国家命运走向，掌握着不属于那个时代的黑科技和最先进的机关术。他们一声令下，不惧生死，有着超强的信念感，并且他们提出的思想基本都是反对孔子、反对儒家对立的存在。秦国在积贫积弱的状态，秦献公和墨家合作10几年就发展了到最强的国，随后就一统天下。而我们细看墨家文化，就连今天都能找到资本的影子，也能找到国富论的因素，可以说至今也是世界两大核心阵营的主流学术。但是儒学却完全不同，儒家思想护卫皇权存在，而为了护卫皇权，让中下阶级的百姓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比如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独尊儒术，并且引用了儒家的守孝制度，这一制度就是墨家极力反对的。他们曾说，儒家的守孝制度足以丧天下。因为这个主张它就是反人性的，提倡父母死后要守孝3年，同性长辈死要守孝1年，异性长辈死要守半年，并且在守孝期间内是不允许参加任何的劳动和生产。当时一个人一辈子大概需要守孝10年左右。我们知道古人的寿命平均也就是30、40岁，这个制度不仅荒废生产，还让当时的劳动和创新完全磨灭。如果不守孝，或者在守孝期间内参加劳动，这就不算是孝子，竟然还会遭受到所有人的唾弃。而墨子对儒家的守孝制度可以说是痛恨不已，说简直就是愚蠢至极。所以墨家文化中，墨子主张的是节葬，强本节用，谋发展，提倡生前尽孝，死后节葬，把劳动和生产永远要放在第一位，提倡人定胜天，这就是儒墨两家的差距。而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啊，在汉朝之前的2000多年历史，商朝、周朝、春秋战国、秦朝，没有哪个草原民族敢欺负我们。最后的战国七雄随便拿出一个都能吊打匈奴。而在汉朝之后的2000年，草原民族可谓是异常的凶猛，最典型的就是五胡乱华，匈奴、鲜卑、羯氐羌纷纷杀入中原，汉族几乎被捕。而为什么我们之前就能打得过草原民族，之后就不行了？因为儒家笼罩的社会，守孝制度和仁义道德这种阴霾，它导致老百姓荒废生产，连年饥荒，粮食根本不够吃，老百姓常年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，个个面黄肌瘦，根本打不过人高马大的外族。而儒家为了护卫皇权统治，还要将人分成等级，士农工商就是儒家最典型的治国理念。但真的没有想到，竟然可以影响到今天。儒家还提倡官民要分等，男女也要分等，一切都要分等，而目的只有一个，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存在。贵族永远都是贵族，贫苦百姓永远都是贫苦百姓，贫富差距拉得越大，对皇权贵族士大夫阶层才保护得越牢固。而要做的就是让底层老百姓吃不饱，用仁义礼智信的方式进行压榨和剥削，然后还让你觉得这是理所应当。
所以儒家分完等级之后啊，又提倡人要信命，贫苦百姓家的孩子一辈子都不要翻身，包括下一代、祖孙三代、世世代代。反之，贵族他永远都是贵族。而墨子提出的完全相反，他提倡人人平等，非命，不仅不要信命，还不要把任何一个人永远都框定在一个身份里，人定胜天。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。但是真实的历史啊，墨家在秦国统一后不久，在历史中便神秘消失。儒家文化贯穿之后的2000多年历史。而为什么1900年的百姓生活的如此？因为我们的历史存在2000年的不进则退。而为什么近100年发展的却如此迅速？因为国人在近代几番觉醒之后，儒家文化已经不再鼎盛。谭嗣同临死前留下8个字：身念高望，思怀墨子。伟人都站出来说，墨子是要比孔子更伟大的圣人。因此我们已经向墨家文化转移，这是一个关键的过渡期，因为我们并没有完全抛弃深入骨髓的儒学，这个或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。这本图文版的墨子我推荐给大家，内容很全，还有翻译、有注解、有彩图，非常好理解。如果大家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还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